大家知道，最近印度又赢了，他们以区区6架战机的代价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，赢得了本轮印巴冲突，并为此全国欢庆10天。印度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南亚大国，从恒河到宝莱坞，从咖喱到航天，总能以一种自带光环的方式让人刮目相看。尤其是他们那股赢的执念，简直堪称世界奇观。不管是军事冲突、科技突破，还是国际外交，印度总能找到办法宣布自己赢了，即便真相可能惨不忍睹。如果地球上有个精神胜利奥运会，印度绝对能包揽金银铜铁锡5项全能。这股丰盈劲儿从哪来的？今天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，探寻印度人赢的观念是如何炼成的。要说印度人为什么那么爱赢，得从他们的历史根子种姓制度说起。种姓制度堪称印度社会几千年的硬核 bug， 不仅决定了印度的社会结构，还深深塑造了印度人的心理。话说公元前1500年前后，一群叫雅利安人的白种人从伊朗高原穿过开伯尔山口，入侵了印度次大陆，带来了种姓制度的雏形。雅利安人把社会分成4个等级：婆罗门掌握神权的祭司，专跟神灵沟通，地位高的能上天；沙地利掌握政权的贵族，舞刀弄枪，负责打天下；吠舍种田跑买卖的农民和生意人，家里有2亩地自食其力，还得交税供养上面2位爷，日子过得好不好看运气。首陀罗社会底层的打工族，天天苦哈哈的撑船打铁，干些沉重的体力劳动，伺候上面几位，还不被允许进庙诵经。那些皮肤最黑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更惨，他们被称为达利特，是不可接触者，只能做扫厕所、处理尸体这种又脏又臭的活。他们被禁止与其他人共用水源，甚至自己的影子投射到高种姓身上都有性命之忧，活脱脱是社会的隐形人。要说社会的阶级分层，其实各个国家都存在，但种姓制度之恶不仅在于歧视和压迫，它把你的人生从头锁死，生下来就给你贴个标签——婆罗门。恭喜，锦衣玉食，念几句经文就能吃香喝辣。首陀罗，抱歉，命里注定拉车砍树，想翻身，比登天还难。更绝的是，这套制度还细化出几千个叫做家体的亚种姓，每个家体都像个小圈子，规定你吃啥、干啥、跟谁结婚。你是织布的，那你家祖孙18代都得织布。想娶隔壁村的裁缝姑娘，门儿都没有，搞不好还得挨顿揍。家体这张网密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这种制度对高种姓的婆罗门和沙地利来说是大赢特赢，一直躺赢了。可是对于首陀罗和达利特来说，却被彻底压制，一出生就注定了输的角色。他们的生活就像一部永无止境的悲情剧，他们被剥夺教育、财富和尊严，社会天花板低得让人窒息。所谓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输得越久越想赢。这种极度压抑的社会环境，催生出一颗想赢的种子。在印度5000年的古代史上，虽然几经分分合合、改朝换代，甚至宗教信仰也变了几回，但种姓这一套东西始终稳如老狗，这颗种子也就一直被稳稳地压制着。直到近代，风向开始变了。16世纪，先是中东伊斯兰化的蒙古人杀了进来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。伊斯兰教主张真主面前人人平等，对种姓这种东西实在是看不上眼。虽然出于现实统治考量，帝国没有废除种姓制度，但却强令穆斯林绝不许搞种姓这一套。这样一来，一大批不搞种姓的穆斯林在国内横着走，这不禁让种姓的铁桶开始漏风。接着登场的是欧洲人，尽管这些满身铜锈的殖民者后来反而强化了种姓，但刚来的时候他们摸不清情况，只想着赚钱，不太管你是什么种姓，只要交学费。首陀罗和达利特也能上学，还能当兵，还能到英国老的公司里打工。有人读了书，脑子一亮，凭啥我得一辈子拉车搬石头？于是压抑了几千年的赢的种子一下子破土而出。1947年，印度宣布从法律上废除种姓，然而在社会上
几千年的骑士却依然无孔不入。一方面意识觉醒了，理想很丰满；一方面现实又是如此骨感。于是，人们把赢的希望寄托在集体叙事上，国家赢了，我们就赢了。这种心理让印度人特别容易被胜利的故事点燃。比如，1971年印巴战争，印度帮助孟加拉国独立，媒体把这场胜利吹得天花乱坠，中下层民众也跟着热血沸腾，感觉自己翻身做主人了。即便实际生活没啥改变，精神上已经赢麻了。种姓制度把印度社会整得像个高压锅，首陀罗和达利特只能在夹缝里偷喘口气，心底憋着赢的火苗。可光靠刀剑和规矩，婆罗门们也怕这火苗烧成大火，怎么办？他们祭出了终极杀器——宗教。婆罗门教甩出2记神迹：轮回转世和犯我同一，直接把下层种姓的怨气化成了一场精神狂欢。先说轮回转世，这玩意儿简直是婆罗门教的心理按摩大师。贱民首陀罗们日子过得苦哈哈。没关系，婆罗门祭司拍拍你的肩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兄弟，你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因为你前世干的坏事太多。别急，好好干活，伺候好各位高种姓老爷们，下辈子说不定投胎当大款，住恒河边的大别墅。”这套说辞可不是随便忽悠，背后有婆罗门教经典离句吠陀和奥义书撑腰，告诉你人生就像个大轮盘，你做的事情产生的业力，决定你下局是赢家还是龙套。首陀罗一听，哎呦，有道理，忍忍吧，下一局总能翻盘。于是，现实的苦难被打包成暂时的试炼，反抗的火苗被浇了个透心凉。对于身份低到连轮回都进不去的达利特，印度教还有大招，那就是犯我同一。这概念听起来玄得很，简单点说，就是我即是宇宙，宇宙就是我。啥叫犯？那是大宇宙的终极本质，包罗万象，永恒不灭。你个小人物，扫地的、挑水的、打扫厕所的，甭管多低贱，你的灵魂也跟饭是一回事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膨胀？可这招的妙处在于，它让你别纠结现实的输赢。你穷，无所谓，你被踩在脚下，小意思。只要你老老实实按种姓规矩做事，履行你种姓的天职，你就跟饭站在一起，最终实现宇宙级大赢。这套逻辑在印度史诗《薄伽梵歌》里演得最精彩。主角国王阿周那，刹帝利里的顶流武士，战场上却犯了慫。他面对一堆亲戚和恩师，心软了，这我可下不去手啊。神明克里希那的化身黑天一瞪眼给他上了一课：老大，醒醒，生命是暂时的，肉身一死，灵魂还不是照样蹦跶。你杀他们，不过是送他们的灵魂换个新壳子，没啥大不了。可你要是不杀，违背刹帝利的天职，那才真完蛋，天都得惩罚你。阿周那一听，醍醐灌顶，抄起家伙就上了战场，杀得热火朝天。这故事告诉大家，别管现实多惨，按种姓规矩走，你就已经赢了。这套犯我同一家轮回转世的组合拳，简直是精神胜利法的爷爷。首陀罗累得腰酸背痛，别急，干好你的活，忍忍，下辈子赢回来。达利特被村里人白眼，没事儿，宇宙与你同在。现实的痛苦被说成虚幻，种姓的铁笼被涂成金光闪闪的神圣使命。底层群众被这套说辞麻痹得服服帖帖。想反抗？你反抗谁呢？你是宇宙，他也是宇宙，你总不能反抗宇宙吧？更绝的是，这套宗教哲学还给印度人装了个独特的脑回路，先定结果，再找理由论证。输了仗没关系，咱英勇抵抗，道德上赢了。任务没完成，小问题，咱参与了，过程上赢了。薄伽梵歌里阿周那的纠结早就被黑天摆平，别管后果，干好本职就行。这种思维模式让印度人练就了一身精神翻盘的绝技。有网友调侃，印度人输了比赛也能喊我们赢了，因为他们脑子里早就给自己颁了奖杯。这可不是开玩笑，轮回转世教你看淡输赢，
犯我同意告诉你，输赢无所谓，反正我就是宇宙，赢不赢我说了算。17世纪，英国人晃悠悠地闯进了印度次大陆。从18世纪到1947年，这帮不速之客把印度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，榨得汁水四溅。结果呢，他们不仅没把印度人压服，反而把那股赢的渴望点成了熊熊烈焰，跟民族主义搅和在一起，烧出了一场逆袭大戏。英国人虽然刚开始并不认种姓，但很快为了稳住自己统治，他们开始强化种姓制度。印度教的规矩已经够严了，英国人却觉得还不够，干脆把种姓写进法律，搞成户籍制。他们扶植婆罗门和沙地利当代理人，给这些高种姓分点甜头，让他们帮着管下层的老百姓。首陀罗和达利特，继续当隐形人吧，想进英国人开的学校门都没有，除非你是高种姓的自己人。这套操作让底层群众的日子更苦了，活脱脱是种姓 Pro 版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更狠的是土地政策，英国人搞了个柴明达尔制，把原来归国家和村社所有的土地交给一群高种姓的地主老爷，让他们替殖民政府收租。这些柴明达尔可不是善茬，地租涨得比孟买的房价还快。原来废社种姓的农民还能自给自足，现在好了，累死累活种出来的粮食还没捂热乎就得交出去。好多农民从种田养家直接滑落到讨饭为生，苦得连咖喱都吃不起。英国人还大摇大摆地把工业品运进来，布匹、铁器，样样便宜又好用。印度的手工业者，织布的、打铁的，哪见过这阵仗？手艺活全砸手里，作坊一间间关门倒闭。最阴的招数是挑拨宗教矛盾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本来就有点小摩擦，英国人来了煽风点火，故意偏袒这边，打压那边，挑得两边火气直冒。英国人还妄图发展一批印度人改宗基督教，故意挑战两边的宗教底线。1857年，英国人给印度士兵发的子弹涂了牛油和猪油。印度教崇敬牛，穆斯林忌讳猪，这下可好，双方都炸了锅，直接掀起印度大起义。虽然起义被镇压，但那股老子不干了的劲儿算是彻底点燃了。底层群众心想，种姓压我，洋人还压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到这里，种姓制度里憋的那股赢的火苗撞上了民族主义的火药桶，轰的一声炸开了花。此后反抗的火苗持续不断。1885年，几个高种姓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印度人国民大会党，喊起了口号：印度是我们的。低种姓的一听，眼睛亮了，赶走英国人，咱们也能扬眉吐气。1920年代，甘地裹着块破布，赤脚走了出来，高喊非暴力不合作，号召大家抵制洋货，罢工罢课，不要跟英国人玩。二战后，英国国力不支，加上印度人闹得厉害，英国人无奈，干脆撤退。1947年，印度宣布独立。尽管印度独立原因复杂，但的确让印度人实实在在的大赢了一回。印度人觉得这全是自己艰苦奋斗的结果。种姓的压抑，宗教的麻痹，全被民族自豪感点燃。底层群众也觉得自己跟着国家赢了一局。从此，赢不只是下辈子的梦，而是当下就能喊出来的口号。殖民的屈辱没把印度人压垮，反而让他们的赢心更狂野，恨不得告诉全世界，我们印度赢定了。印度这块土地乍看是个文明古国，14亿人口的大块头，可内里却像个五花八门的拼盘，22种官方语言，6大宗教，31个邦，跟小王国似的，各有各的算盘。东北的阿萨姆人忙着泡茶，南边的泰米尔人忙着拍电影，北边的旁遮普人忙着跳 Bhangra 舞，语言都对不上号，离心力大得像要散架。1947年，英国人撤了，但尼赫鲁们可头疼了，咋把这堆散装兄弟拧成一股绳呢？很快，他们就发现了咒语，一个字：赢。不管日子多苦，只要来点胜利的甜头，全国都能暂时忘了断电和烂路，齐刷刷喊印度牛逼。这也不难理解，毕竟压抑了几千年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气。
而且越是社会底层，这股劲儿越猛，就盼着国家扬眉吐气，自己也跟着沾光。不信你看看宝莱坞那些爽片，一水儿的屌丝逆袭，拳打恶霸，脚踢外敌，最后抱得美人归。在印度，这种火气直接能变成选票。印度选民里，吠舍以下的种姓占比高达80%，尤其是首陀罗和达利特更是高达58.8%。你不说他们爱听的，怎么上台？印度的政客们精着呢，他们能把印度从殖民废墟干到全球第5大经济体，说明他们懂输赢之进退。可为了选票，政客们纷纷迎合民意，端出赢的盛宴。于是，不管是板球赛还是航天工程，不管是小成绩还是大失败，全都吹成世界级的丰功伟绩，史诗级的伟大发明。真正把赢这招玩到炉火纯青的，还属莫迪。他不光迎合民意，更要利用这种情绪办大事，搞大国崛起。2013年，莫迪还没上台，就提出了要在他的家乡建一座182米的世界最大雕像，以纪念莫迪的老乡民族独立英雄帕特尔。2019年大选前，这座硕大的雕像如期落成。莫迪政府大张旗鼓地鼓吹，这是从所未有的伟大建筑奇迹，预示着我大印度国运昌隆，把老百姓忽悠得热血沸腾，民族自豪感爆棚，却丝毫不提投入的4.2亿美金巨资，而国民却还有22%面临贫困。要崛起，光修个雕像当然不够，还得靠强力的经济增长才行。2015年，莫迪又修改了统计口径 ，GDP 增速一下从4.7%蹦到7.5%。莫迪政府高喊：“印度经济增速全球第1，赶超中国指日可待。”可街头的老百姓还在为买菜钱发愁，网上有人吐槽 ：“GDP 涨了，我的钱包咋没涨？”但这不重要，数据一改，媒体一吹，赢麻了。这次的印巴冲突更是莫迪赢学的巅峰之作。尽管刚买的阵风战机被端了几架，损失大几十亿美金，但喊着诛杀行动炸了几个据点后，莫迪立马止损，宣布大胜，全国欢庆10天，还派代表团到30国宣传印度威武。老百姓看得热血沸腾，选票哗哗往人民党兜里流。毕竟谁不爱听咱把邻居揍趴下的故事呢？至于网上有谁敢说真话，马上封号打成印奸。凭着这股丰盈的狂热，这些年印度的确有了点起色。可副作用也来了，国际上假新闻太多，印度有点被当笑话；国内过度吹赢，老百姓迟早会问：赢了这么多次，我的日子咋还是这么苦？不过眼下莫迪的胜利叙事还在嗨，大家还继续沉浸在赢的美梦里。至于真相，先让他排队吧。